据媒体报道，近日印度海军公布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印度首艘自主研发的 P-15B 型驱逐舰下水测试6年后，终于交付给了印度海军。作为印度洋旁边最为主要的国家，印度一直想掌控着印度洋，成为像美国一样的海洋霸主。这就要求印度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震慑住周边的一些国家。印度为此不惜花费巨大的资金，向全世界先进国家购买先进技术，并且也有了一些显著的效果。这也让印度成为了为数不多拥有双航母的国家。但是印度海军主要还是靠着水面舰艇，特别是驱逐舰，作为水面上最坚硬的盾，全世界的强国都非常重视，而印度更是一直瞄着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去建造的。印度的驱逐舰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但是印度怎么会满足现状？特别是看到我国的驱逐舰一年比一年强，吨位也越来越大，深刻地刺激到印度的心理。作为一直想超越我国的印度，更加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有军事专家就表示，从印度海军发展的情况来看，印度的这艘驱逐舰就是想和我国海军 052D 型驱逐舰来对比的。的确，从吨位来看，基本和我国的 052D 型驱逐舰没有什么差距，也配备了先进的雷达系统，但是真正的战斗力可能会远远的逊色于我国的 052D 型驱逐舰。而且印度的这艘驱逐舰还存在着巨大的短板，由于印度的军工技术不行，很多设备都只能从国外采购。最为重要的是，这艘驱逐舰从下水到交付入列用了6年时间，这还没有包括建造时间。印度的这艘驱逐舰是2013年开始建造的，如果加上建造时间，印度的这艘驱逐舰从建造到能够进行作战，花费了近10年，而且在下水的时间内还发生了事故。从这儿就可以看出，这艘驱逐舰还是有不少漏洞的。如果与我国横向对比，我国首艘南昌号万吨驱逐舰不但吨位远超印度这艘驱逐舰，在技术、战斗力等各个方面更是碾压。而且我国的南昌号万吨驱逐舰从下水到入列也只用了2年半左右的时间。除此之外，最为令印度绝望的就是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从建造到下水再到入列也只用了2年多。有印度网友就表示，就这实力怎么可能去追赶中国？我们印度造一艘驱逐舰都够中国造2艘航母了。确实，正如印度这位网友所说，印度军方的实力拉垮的不是某些方面，而是全方位。无论是印度军方的组织协调能力、整体工业配套的能力等，都与中国是有着巨大差距。就这样，还要和我国在海洋、陆地的军事实力上争个高下，莫非印度是在碰瓷我国？在本月初，因为渔业争端问题僵持不下的英法彻底炒起了真火。双方之所以会因为捕鱼这件事吵架，主要是因为英国脱欧以后，与法国就有关海域捕鱼权问题发生了一些争议，甚至军舰都大批量出动过，引发了多次海上紧张对峙。其实事情的起因非常小，就是英国政府拒绝向申请在英属泽西岛海域捕鱼的法国渔船发放捕鱼许可证，进而引起了法国渔民的抗议。为此，法国政府不得不发声对英国抗议，从而导致两国争论不休，估计是吵来吵去，让英国人彻底不耐烦了。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在11月1号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在48小时内做出让步和妥协，否则法国就会被诉诸法庭。英国会对法国进行经济制裁和打击，而法国官的回对则是展现出了中国式的风采。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博日前表示，由于英法间存在渔业纠纷，法国将对英国采取零容忍态度，将用实力对英国说话。这话乍一听就让人想起了上半年中美在阿拉斯加的交锋，而且同中国一样，法国在面对英国时也有实力说出这种话。在英国方面表示要对法国制裁以后，法国直接禁止了英国渔船在部分法国口岸卸货，并加强对英国渔船和往返英国货车的检查。此外，法国政府还威胁要切断英国的能源供应，这其中包括向泽西岛等其他地区提供电力。反观英国，虽然看似与法国在渔业争端这一问题上互不相让，可实际上英国人手里没几张牌可打。如今英国脱离了欧盟，其海洋利益不再受到欧盟的保护，而且为了修复此前因为潜艇订单而破裂的美法关系，美国在这个时候根本也不会站出来替英国说话。因此，面对法国的进攻性，英国真的显得有些孤立无援了。有一说一，英国真是可悲，退出欧盟以后就被美国忽悠加入新联盟，利益还没捞到就成了欧盟的敌人，遭到法国强敌的欺凌。不过，有分析认为，法国虽然此次占了上风，可最后必然是马克龙先就此事达成和解。毕竟，法国仍然是英美主导的世界格局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尽管法国的一些利益经常受到英美的侵害，但法国在非洲的核心利益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就算这次在与英国的纷争中占据了上风，可法国领导欧盟走向独立的愿望依然很难实现。不过，好在这一硬气一回，也能让英国明白法国人的厉害。简而言之，虽然现在英法就渔业问题看似闹得不可开交，但马克龙并不会就此彻底与英国撕破脸。
近日，美日航母的相关动向引发外界的持续关注。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的消息称，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联合日本海自的加贺号直升机母舰在南海会合，并在该地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军演活动。相关的军事专家指出，美日这次双航母行动大有一箭双雕的架势，一是挑动南海地区局势紧张，表达自己对该地军事介入的决心；二是刻意拉拢其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可以说，这次双航母演习本来是美国设的一个局，但是最终结果却是陷入到被层层包围的局中局去。日前，中国卫星就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行动。不仅如此，卫星图片还显示，在美日航母舰队的不远处，解放军至少4艘舰船正在进行近距离的监控。详细的报道细节称，卫星图片监控到美日航母的地点是在加里曼丹岛附近海域，而在距离美日航母舰队非常近的距离内，卫星图片还拍到了至少4艘中国海军舰艇，其中包括2艘054A 型护卫舰、1艘056以及1艘类似电子侦察船的舰船。无论是天上的监视卫星，还是海面上近距离监视的中国海军舰船，美日航母的这一挑衅行动在中国海军眼里都像是裸奔，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紧盯。美日自以为是挑衅示威，但其实他们已经陷入了被包围的局势，只要他们胆敢做出出格的举动，必将立马遭到打击。不过这也多亏了中国卫星的一个战术躲避动作。在报道出中国卫星拍摄到南海一幕的几乎同一时间里，美媒报道称，美卫星在抵近监视中国卫星时，中国卫星迅速采取了一个战术躲避动作。显然，美军似乎是想通过这则新闻来展示自己的强大，将我国卫星的战术躲避动作刻画成战术逃跑。但是随后，美国国内人士认为，这恰恰暗示了中国在潜在的太空战中的能力。在美国271号卫星平行靠近之时，中国最重的时歼20号依然能够进行灵活走位，进行战术躲避。也正是中国卫星的这一强大能力，才能够时刻监视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切动向。中国卫星的这一强大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国海军。面对美日庞大的双航母舰队，我国仅派几艘舰艇就敢近距离监视，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事先已经实现了对局势的基本把控。所以说，这一次美日挑衅不成，反倒是大涨了中国海军以及中国卫星的威风。在印度的大肆渲染以及挑衅下，边境局势大有升温的架势。前不久，一场中印第13轮军长级会谈已经让世界看清，一直在边境挑衅的是印度。在和平解决争端这件事上，印度根本毫无诚心。而今，印度再次向世界展示什么叫找死。日前，印度又大肆向边境增兵，并部署先进武器。据印度方面高调宣称，8000人的王牌作战部队将很快被部署到边境地区。另外，印度将米格29以及从以色列进口的苍鹭无人机等也一并安排上前线，大有一举获胜的架势。尽管印度所谓的王牌部队以及先进战机、无人机等在外界看来算不得什么，但是在他们自己人看来，这是印度国内最厉害的军队以及武器。再加上印度一贯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印度人更加坚信边境印军胜券在握。某种程度上，印度将最顶尖的军队以及武器通通部署上前线，也有向我国示威的意味在。印度不久前试射烈火5导弹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印度叫嚣称，这一导弹射程超过5000公里，可以对中国境内进行纵深打击。同样的，这在印度国内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这一导弹在印度军中可以称得上是战略威慑利器，但是如果对手是中国的话，这一威慑效力基本就是0。对比中印两国的导弹库，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两国的火力攻击根本不在一个层级。在战略层面，中国从未将印度视为竞争对手，因此我国发展武器也从来不是对标印度，而是致力于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被认为是全球当之无愧军力第一的美国，对中国导弹也不得不忌惮3分。对比美国对中国这款导弹的反应，才更知道印度现在的挑衅行为是在找死。美国情报部门表示，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技术方面接连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能力也让美国十分担忧。毕竟美国现如今在高超音速武器这一领域落后于中俄，况且目前对于这一武器，美国根本无法拦截。美国尚且都如此，更何况是印度呢？就像国外分析家所说的那样，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无法被击落，但是印度的导弹却可以被拦截。所以说，印度此时在边境炫耀武力，完全就是作死的姿态。他们还没有认清这一巨大的军力差，一旦中国决心出手，印度连还击的机会都没有。